如果你正在计程车上要赶一场很重要的面试，而时间只剩15分钟，这时前方突然发生重大车祸，整条路走不了，你会怎么做呢？第一，闭上眼睛开始祈祷；第二，立刻下车全力奔跑；第三，打开手机花2分钟查其他路，或找有没有 U-Bike 可以借。你会怎么选呢？其实这3个选择没有对错，差别只在于你有多重视一定要赶上的几率。如果这场面试对你来说可有可无，那坐在车上慢慢等，把时间交给命运也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很清楚这是一个你不想错过、很想好好把握的机会，那你自然会开始思考更快、更有效率的做法。投资也是一样，很多人虽然已经有在投资了，但真正拉开距离的不只是在于有没有买股票，而是有没有多方配置、尝试更有效率的方法。所以今天就来聊聊，如果我们想在股市追求额外的收入，那除了单纯买股等领股息之外，还能不能用手中的时间、资金，甚至是已经持有的股票，让这些资源在市场中更灵活、更主动的为我们创造收入？那影片中我也会分享几种常见但很多人没有好好理解的做法，或许你也可以从中找到更适合自己、更有效率的加薪方式哦。很多人刚开始投资算被动收入的时候，最后都会算到同一个结论如果想要每个月稳定多1万块，只靠存股，本金大概要准备300万左右。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夸大的数字，300万放在股市里，如果1年殖利率保守抓个4%，一年大概可以领12万，平均1个月差不多就是1万块。所以站在只存股不做其他操作的前提下，月领1万就要准备300万本金，也不是什么故意夸大的算法，而是一个很现实的计算结果。我自己刚开始投资存第一桶金的时候，就接触过这种算法，心里虽然知道这条路可以帮自己达成目标，但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累，就会想说，为什么我的投资好像没有真正让生活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舍不得花钱，整个心里就有一点矛盾。后来我才理解，存股这条路也没有不好，只是它就是需要比较长期才能看到明显的成果，前5年、10年都只是在等时间本金慢慢累积。如果你的目标本来就只是专注在退休后可以靠配息生活，那单纯存股确实就很稳很安心。但如果你心里其实想的是有没有其他可能，现在每个月就能让自己多一点点收入，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配置一部分的本金在其他更高报酬的工具，可能就更容易达成目标。还记得影片提到的那个例子吗？在计程车上，当前方塞车时，有的人会干脆放弃坐着等，有的人会下意识的直接往前冲，而有的人会打开手机想办法找更有效率的路线。那股市也是一样道理，今天我们就要分享其中一种可以让投资更有效率的工具。选择权，我知道很多人听到选择权，第一直觉就是觉得很危险，像赌博。但其实我们可以先用一个很生活化的方式来理解它。想象一下，如果你买了一栋房子，但现在没有要住，也没有要马上卖，只是打算几年后房价涨了再卖掉，那你会让它空在那边养蚊子吗？应该不会吧。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把房子租出去赚现金流吧。股票也是一样，有些人买了股票就只是把股票放在账户里，等1年或1季才领一次配息。但除了等，账户里的股票跟现金其实也有机会用类似出租的方式，让他们在等待的过程中帮我们赚钱。这种主动收租的模式，就是选择权其中一种策略的概念。这招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一口气赚很多，而是它可以让等待本身就能持续产生收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用这样的概念来理解这套出租股票与现金的具体做法。刚刚有提到嘛，想成为一个像股市包租公的角色，其实有2种方式来收租。第一种是出租手中的股票，像刚刚的举例，假设你买了一栋房子，但没有要住，也暂时没有打算卖掉，大部分的人都会把房子租出去，而不是让它空在那里。股票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手上已经持有一档股票，这时我们其实可以把这档股票借给市场用一段时间，来换取每月固定的租金收益。这个做法在选择权里叫做 cover call， 听起来很复杂，但这名字其实不用记，只要记得一个概念，它可以让股票在等待涨价的同时，顺便帮我们赚房租。完成这个动作之后，市场就会立刻付给我们一笔钱，这笔钱就是所谓的权利金，可以把它理解成租金。接下来只要能稳定重复的操作，这笔钱就会持续定期的进到账户里。那你可能会想，那这样的做法跟单纯把股票放在账户里有什么不一样？它有没有什么限制呢？确实有，这种方式跟单纯把股票放在账户里最大的差别就在，如果股价在这段时间内突然暴涨，那我们就没办法享受到完整的涨幅。
讲白话一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已经把股票、把房子租出去给别人了，所以不能随时想卖就卖，而是要等到租约结束，或者按照一开始约定好的价格让出才行。不过呢，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所谓的让出价格是可以在一开始下单的时候就可以设定在自己满意的价格再操作。所以整体来说，这一招适合用在我们已经有股票，但短期内不期待它会暴涨，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账户里放着不动的股票变成一部持续帮我们赚租金的机器。第二种收租方式，出租现金，它的原理有点像我们原本准备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买房子，但因为觉得现在房价太贵，想要等之后跌了再买，我们通常会把现金暂时放在银行定存或者其他可以随时变现的地方。那这个概念其实也可以直接套用在股市。假设我们已经有一笔本来就准备拿来买股票的现金，就像买房前我们事先准备好头期款这样，这时候也可以通过选择权的方式，先告诉市场，如果价格跌到比现在更低，我愿意买进这档股票。在股市里，这个下跌后愿意买的承诺就叫卖出卖权。它的原理是因为我们替市场承担了价格下跌，有人要买股票的风险，所以市场愿意付给我们一笔钱。这笔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市场付给你的保险费，因为如果股票真的下跌了，我们的那笔头期款就会顺利的买到股票。但如果股价没有跌，我们的这个承诺到期就自动作废，就等于我们没有花到1毛钱买到股票，但这中间的保险费、等待费就一样会进入到我们口袋。所以我觉得这一招很适合用在本来就想买股票，但又想要额外多一种收入的时候使用。以我自己来说，我刚开始投资的时候就很常用这个方式赚钱，等于是用放在账户里的闲钱，一边设定好价格，另一边每个月还可以多拿一笔等待费，基本上同一笔钱同时帮我做了2件事。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做法一点也不神秘，也不是太难理解的概念，跟那些可以让你一夜暴富，也能让你一夜睡公园的赌博游戏完全不一样。这种方式只是让我们在等待的同时，还可以让这些资产每月帮我们创造一笔额外的收益。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股市中出租现金、股票与时间的方法，让我们可以不再只是被动的等10年、20年才能领有感的股息收入，而是现在就有机会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成为自己的股市包租公。不过呢，影片最后我也需要诚实的说，这样的工具没有一定保证收益，也不是照着做就一定会赚钱，它的本质上还是一种需要理解、需要练习的策略。我自己之所以可以稳定使用，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很多钱去学、去犯错，再慢慢修正，最后才找到一套适合自己节奏的做法。所以如果你对这类型的工具感兴趣，我会鼓励你先从理解概念开始，不要急着一次到位，也不要用超出自己能承受的风险去操作。投资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每一种工具都适合所有人，重要的是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这样的方式能不能真正达到自己的投资目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喜欢这样的分享，记得按赞订阅。那我们下次见，拜拜。